21世纪的物理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没有啥大的发展啊？大统一理论还有弦论，未来是否会成功啊？我们先从对称性说起。能量守恒定律其实在宇宙中有可能会被破坏，因为这个定律在物理学中并不是最底层的东西，最底层的东西叫时间平移对称性，说的是描述能量状态的数学关系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啊。比如说昨天的物理定律和今天以及明天的这个物理定律是一样的，正是这种时间平移对称性导致了能量在转化的过程中是守恒的。这种对称性和守恒量之间的深刻联系在100多年前就被一位女数学家给证明了，她叫艾米诺特。1915年的时候，在大数学家谢伯特的帮助下就来到了哥廷根大学任教，随后他就提出了物理学中最著名的诺特定律。这个定律认为我们的宇宙中之所以有很多的守恒量，比如刚才说的能量守恒，还有线动量守恒以及角动量守恒，都是源自于某种深刻的对称性，而守恒率只不过是这种对称性的外在表现而已啊。比如说线动量守恒是因为相关的物理规律对连续的空间平移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物理规律和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的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在北京做的实验来我们成城县做啊，结果也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是角动量守恒，这是因为相关的物理规律对于绕其中心的这个转动的方位角的变化是不变的啊。简单说就是你朝向东边做的实验和朝向西边、北边、南边的实验，这个结果是一样的。那以上3种对称性，时间平移不变性、空间平移不变性以及空间转动不变性，是3种连续的对称变化。那所谓的连续就是这3种变化可以连续的进行啊。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有一个圆，我可以给它转动一个无穷小的角度，我这个转动的操作就是连续的对称变化。而这个圆在经过了上面的我这个操作以后啊，依旧可以保持对称性不变，这就说明这个圆具有在连续对称变化下保持不变的性质啊，这就是连续对称变化。除了连续对称变化以外，在物理学中还有3种离散的对称变化，也就是不连续的对称变化啊。比如说空间繁衍不变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镜像对称性啊，或者是宇称守恒，或者是 P 守恒。还有时间繁衍不变性，也叫 T 守恒，说的是时间倒流和正流物理规律保持不变。最后是电荷共轭不变性，也叫 C 守恒，说的是把粒子和反粒子互相交换，物理规律保持不变。这就是我们宇宙的物理规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对称之美。那对称性除了有物理之美以外，还有生活和艺术之美，对吧？但是在我们沉浸于物理学对称之美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对称性都可以被严格的遵守。我们宇宙的现状是一个对称和破缺共存的状态。所以我最开始说的宇宙其实可以违反能量守恒啊，只要它违反了时间平移对称性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膨胀的宇宙当中，时间平移不变性好像就有点不起作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量是不守恒的。你看在宇宙膨胀的时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光子它一直在损失能量，宇宙一直在降温，而损失的能量又去了哪里？那目前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转移到了空间当中，那么现在还不清楚啊。再比如说杨振宁在上个世纪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后来吴健雄在实验中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中并不严格遵守镜像对称变换，从此宇称守恒这条铁律就被打破了。那上面说的镜像对称变化其实就是手性的改变。比如说左手坐标系通过镜像变换以后会变成右手坐标系，那现在你做这个手势，它的镜像就会变成这样啊，这就是左手性通过镜像变成右手性，对吧？而宇称不守恒就意味着左右之间的不对称，这种除了在弱相互作用中有体现以外，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上帝总是偏爱一种手性啊。比如说当我们观察中微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总是左手性，意思就是说如果大拇指现在代表了中微子的运动方向，那么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中微子的自旋方向。中微子它总是满足左手性啊，它总是这样在跑啊，它没有右手中微子。这是宇宙中存在的一种左右不对称。还有当我们观察宇宙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物质都是正物质而不是反物质啊，这也是宇宙中存在的一种不对称。当我们研究物理规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单独的电荷存在，有电荷产生了电流，但是没有单独的磁荷和磁流，所以说电学和磁学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但是的话，即便如此，当诺特定律被提出来以后，数学家外就把这种连续对称性和守恒量之间的关系做了推广，把定域对称变化和守恒量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规范对称性。
通过对电荷这个守恒量的思考，最终提出了电磁规范理论，这是量子场论的开始啊。随后，杨振宁在外电磁规范理论基础上就提出了杨梅尔斯规范场理论，这是一种更大的规范对称群啊，这也是后来理解强力和弱力的基础。可以看出，虽然宇宙存在对称性的破缺，但是我们的物理规律依然体现出了对称之美。而且人们也意识到，在高能量的状态下被打破的对称性可以恢复。当宇宙冷却的时候，这种对称性又会被打破。所以物理学家就有了在高能量的状态下统一4种基本作用力的想法。比如说电磁力和弱力这2种看起来不相关的力，已经在高能量的状态下得到了统一。比如说，在高能量状态下，宇宙具有更高的对称性，电磁力和弱力可以统一成一种力，叫电弱力。传递电弱力的粒子有4个分别是光子、W 正、W 减和 Z 零玻色子。这4种粒子都没有质量。但是当宇宙降温以后这种对称性就会被打破，电弱力就会变成电磁力和弱力，同时对称性的破缺也会产生出一个无质量的自旋为0的南部哥德斯通玻色子。由于自旋为1的规范玻色子 W 正负和 Z 零可以吸收这个无质量的南部哥德斯通玻色子，使得自己的自旋分量从2个增加到3个从而获得质量。这就是解释规范玻色子获得质量的希克斯机制。由于光子不和希克斯场耦合，所以光子只有2个自由度，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偏振方向水平和负值这个数值。那电磁力和弱力的统一就预示着在数学上，我们通过施加额外的对称性，或者是自由度，或者是额外的维度，就可以实现物理规律的统一。所以随着标准模型的成功，物理学家们就开始寻找更大的统一理论，但是统一就意味着更高的对称性。因此在目前的大统一理论以及弦论当中，都预测了宇宙在高能量状态下某些被打破的对称性都会被恢复比如说在高能量状态下，我们的宇宙一定存在右旋重离子，当然也存在磁单极子。大统一理论也预测了质子会发生衰变，但是我们现在测量出来的质子的寿命达到了10的34次方年，这个时间跟不衰变是没有啥区别的，对吧？其次就是弦理论认为，现在的标准模型中的粒子都存在超对称伙伴粒子，比如说费米子的超对称伙伴粒子是自旋相差1/2的超重玻色子，那玻色子的超对称伙伴粒子是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但是以上所有的关于对称性的预测现在都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因此现在的情况是，目前的理论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实验的前面这就是我们目前物理学的这个困难现状是实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未来我们需要建造更大的对撞机，在更高的能量状态下检测现有的理论预测。你只有检测了现在的预测是否正确，你才能知道现在的理论到底会不会成功，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